你是谁？这是哪儿啊？我就是你。哦，这是做梦吗？安静鱼，为了你，我连这种狗血玛丽苏宫斗小说我都已经看完了，所以一直美丽的要……不是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奉兰贵妃懿旨，送范氏宫女叶瑾上路。不是什么业绩，什么贵妃，你别动手动脚，把话说清楚。范氏宫女叶瑾，你杀害秋玉小主，罪证确凿，还敢装疯卖傻？叶瑾，不就一朝为后里面那个第一章就死的炮灰宫女吗？我传说了，怎么就穿在这个倒霉蛋身上？让开！疼死了！传说是吧？行，那就别怪我有金手指大杀四方了。我告诉你，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……带走！怎么回事？娘娘，前面是端妃娘娘的步辇挡了路。贵妃姐姐恕罪，妾身有孕在身，实在不方便下辇行礼。端妃妹妹身子金贵，本宫岂敢受你的礼呀？唉，太后身体不适，妾身听闻，立刻前来探望。倒是姐姐，怎么此刻才来呀？本宫奉命掌管六宫，事务繁忙，不像妹妹如此清闲。妹妹的步辇堵在宫门口，莫非是想让本宫绕道而行？太后怜惜臣妾怀胎不易，特许本宫能乘辇入内。这不是恰好遇上了姐姐，才特地停下敬礼。倒是不知给姐姐带来了不便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碧清，扶本宫下榻，步行几步，也算为太后尽孝。瞧他那嚣张的样子，以为怀了龙嗣就能母凭子贵，越过娘娘不成？母凭子贵，暂且让他先得意几日吧。此时已到，我看你这条贱命算是到头了。等一下，我怀了14爷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死到临头还敢胡说？我说我怀孕了。仗杀皇室血脉，你们谁担当得起？王爷，得罪了。
我你大屁股！王爷，王爷，慎刑司押来一个宫婢，声称怀有您的骨血。荒谬！本王入宫市集还不足半月。就是嘛，想用此等手段来污王爷名声，简直太拙劣了。带上来看看。这，进。跪下！是你怀了本王的孩子啊？安静瑜，安静瑜，为了你，我连这种狗血玛丽苏宫斗小说我都已经看完了。你怎么也穿了？大胆，14爷问你话呢。安静瑜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是与你同行的一员。我们上个月还在香港跟你应援来着。王爷，此女疯疯癫癫，替奴才看，没有问下去的必要。带下去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啊，不是，王爷，让开！让开！王爷，我知道一个你的秘密，你的后腰下方、屁股上方有一个红色胎记，状如枫叶。曾经有叔叔说这是天命之兆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太后的病我能治，一会儿太后就要晕倒，之后晕倒的频率会越来越高。相信我，我能治，求求你救我一命。14爷，太后娘娘又晕倒了。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王爷，求求你相信我，求求你，王爷。皇娘病情如何？启禀皇上，太后娘娘久患消渴症，近日频频昏厥，恐为气血亏耗，病势健身之兆。莫非就无可治之法？消渴症历来难治，尚无根治之法，只可调理缓解。太后娘娘平日素喜甜食，又不爱走动，皆为此病之大忌。臣等多次进谏，可太后不肯采纳，臣实在是束手无策呀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太后的病我能治。我学医8年，好不容易熬出头，接手了祖传的中医馆，怎么一眨眼，我居然穿成了开局就死的炮灰宫女！老天保佑！我学医是为了救人，不是为了替人当垫背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大明星赵咪吗？她也穿过来了。不对，赵咪演技可没有这么自然。她是赵咪在剧里演的女主智慧。我记得你说过最爱吃家乡的藕夹和姜烧鸡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来，趁热吃。我谢谢你啊，还赏我一顿断头饭。你不要胡说，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我看小说的时候可是最烦你这种白莲花女主了。啊，推动剧情全靠反派，得手了之后还在那儿装可怜装无辜。叶瑾是含冤而死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你露面，这个时候你在这儿装白莲花？来，趁热吃。啊？你看着我做什么？哎，难道他听不到？跟剧情无关的或者破坏剧情的话都会被屏蔽。你知道凶手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凶手就是你。
你知道凶手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凶手就是你。我全看见了。你是怎么诱秋雨去的假山？怎么引他上钩？怎么得手之后在那儿装惊慌失措？我可是全都看见了。明明杀人的是你，为什么最后死的却是我呢？对不起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说说吧。他知道了我的身世，拿这个威胁我，我不得不杀了他。我不知道此事会牵连到你，若我早知道，哎，现在知道也不迟。你别光说对不起了，你还是有机会补救的。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知会小主，这时间不早了，应该回了。你要是真想救我，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你。去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救你的。不是智慧，智慧，你给我回来！我要是死了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回去。皇上，太后凤体如何？臣妾日日焚香为太后祈福，盼她早日康复啊。你们二人如何在这里？臣妾等担心太后，特意赶来示警。太后需静养，不喜喧扰。你们若真是有孝心，就不要跑到这里来添乱。等太后有好转之后再说吧。皇上，臣妾近日得了件宝贝，是盛世年间遗作，听闻乃太后幼时所绘。若太后病中能看一眼，兴许能安神宁心呢。哎呀！啊！慈禧，传太医。来人，传太医。皇上，不用太医，是皇儿在替臣妾。皇上，哎呀，他又提了。皇上，你摸摸看，皇儿日日不肯安生，一定是想他父皇了。皇上，你要多来看看我们呀。罢了，朕今日就陪你回宫，也好让这顽皮小子安生一些。皇上，那幅画是臣妾特地从库房里翻出来的，您还没过目呢。朕今日去端妃宫里，改日再来与贵妃叙话。皇上，死不死？死不死？死？死的话，应该就能回家了吧？不行，太疼了。宫女叶瑾，出来。走吧，有贵人要见你。什么贵人？去了自然就知道了，话真多。哼，神神秘秘的。哎，这一趟是祸还是福啊？去吧，贵人就在里面。
奴婢叶锦见过贵人。宫女叶锦，若你能诊出这贵人的病，便可活命。知道我会治病的只有14爷，今日这幕后之人必是14爷无疑，只是不知道这病人是谁。骨节分明不是女人的手，病人是个男人。虎口手掌皆有薄茧，病人是个练武之人。指上有佩戴扳指的印痕，这手的主人身份不低，莫非是……这只手的主人身体强壮，但有隐疾，若隐疾不除，恐怕难活过20岁。大胆！你这奴才简直胡说八道！讳疾忌医可是大忌。帐子后面的贵人，您天资聪颖，但是心思过重。能看清自己的命运，却无能为力，久而久之，就忧思成了心疾。您还有失眠症，每天夜晚都难以入睡。若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，还常常伴有噩梦，偶尔头痛欲裂。我说的对吧？那依你所说，本王该如何？自然是留我这个神医在您身边，慢慢治愈您。放肆！竟敢调戏王爷！你倒是有些门道。你说你能治好太后的病，有几分把握？10分把握，只要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保证让太后的病有起色。好啊，那本王就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你治好太后的病，本王留你一条性命。没问题，我先回去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就去慈宁宫报道。王爷，您真的信他？奴才怎么看都觉得他像个江湖骗子。病急乱投医罢了。无论如何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本王都愿意为皇额娘一试。可这样一来，兰贵妃那边恐怕不好交代。秀女遇害是她一手查办，好不容易抓了个凶手，这得罪不得罪的，与本王又如何？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跟我的偶像亲密接触了。虽然说不是本人，但是长得一模一样啊，也算是绝佳代餐。这个穿越太值了。想我出身中医世家，手握现代医学，又熟读小说剧情，只要轻轻松松略施小计，就能够逆天改命，轻轻松松在这宫里立足。这卦开的，我才是天命主角吧。要是再能够跟安静怡发展一段旷世绝恋，那就值了。额娘，你怎么不吃呀？清汤寡水。唉，额娘都要淡出水了。儿臣刚尝了这豆腐，觉得味道不淡呢。你呀，你偶尔陪额娘用顿膳，当然觉得这新奇可口。可是额娘呢，日日顿顿吃这些，哎呦，这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额娘，太后娘娘，小厨房里给您送点心来了。小厨房里新来了一个厨子，说是会做祖传的无糖点心，小可症病人也能吃。哦，带上来。
奴婢叩见太后，叩见王爷。你就是小厨房新来的厨子，正是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确定这糕点萧可正病人也能吃？当然。太后，您放心，我呢都是采用了升糖比较慢的纯天然食材制作的，一点糖都没放。当然了，这点心呢毕竟还是点心，一次性不能吃太多。但是偶尔要解馋的话，吃点还是没问题的。额娘，尝尝。这味道哀家喜欢，赏。多谢太后。这是得赏了。太后娘娘，这萧可正的治疗关键不仅在于饮食，也在于运动。运动？哎呀，哀家素有腿疾，实在不宜运动。今天不是走来走去这种，今天呢，咱们玩一个新花样。在奴婢的家乡有一个舒筋活血的运动，叫做广播体操。看好啦，开始之前先原地踏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一节是扩胸运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就这么简单。来吧，太后，咱们试一下。娘娘，那哀家试一下。我们先来一个原地踏步，活动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这夜景，怕不是疯了吧？其实呢，菜肴也是同理，吃的健康跟吃的美味并不冲突。这又如何说？萧可正呢，最忌吃的油腻，但并不是一点荤腥都不能吃。相反，适量吃一点荤腥呢，更有利于身体健康，也有利于病情。我祖上呢，奴婢祖上对萧可正颇有研究，也知道一些萧可正的食谱，都可愿意献给太后。可别说啊，今儿活动一番，倒觉得浑身清爽。这个呀，只是开胃菜，后面还有更多招没使出来呢。咱们继续。好，继续。把太后还行吗？弄得服服帖帖的。太后请吧。且不说他利不利于萧可正，单这口味，合哀家口味，赏。多谢太后。我书读原著小说，自然知道您的口味。这开挂的人生就是不一样。接下来，奴婢给您用的这个叫做泰式无痛按压疗法。哎呦，这比太医院那些老头子强多了。叶姐啊，你真是哀家的贴心人，赏。但是风光归风光，终究不是现实世界，还是得想办法回去才行。十四爷，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。王，世少此地，绝不退让。
王爷，您又做噩梦了。7年了，还是那场梦。这宫门怎么这么眼熟？我穿越到这儿，会不会跟这扇门有关系？再看最后一眼，最后一眼。好歹我得确认一下，那个胎记的位置是不是在那儿？谁？站住！是你。哼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为何在此？我为何在此？你以为我想在这儿啊？如果不是为了找 bug， 找那个穿越之门，我干嘛叠着个大太阳跑这儿来？神经病啊我！真是 bug 是何意？穿越之门又是何物？你能听到我讲话？当然，本王又不是还我的 OOC 台词不是被屏蔽了吗？女主听了没反应，14为何能听到？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我哎！还给我！哎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王爷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你问本王，本王又该问谁？这业绩，一时谎称怀了王爷的骨血，一时又口无遮拦，言语调戏王爷。现在倒好，竟然强吻您，简直是奴才还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宫女。确实大胆。太险了，差点翻车，还好我机灵，一吻化解危机。就是可惜了，我的初吻给了个纸片人。奴才打小跟着您，知道您最烦这种攀龙附凤的宫人。可这叶瑾，王爷怎么净由着他胡闹？这要是传到太后的耳朵里，恐怕又要多生事端了。那岂不是更有趣？这宫门确实跟海报上一模一样。
额娘。皇儿今日脸色这么差，身体可有不适？要不要传个太医来瞧瞧？母后，不必了，儿臣只是昨夜没睡好。奴婢见过太后，见过王爷。太后，早膳已经为您准备好了，这杯安神茶是奴婢特意为王爷准备的。王爷，这里面放了百合、莲枣、酸枣仁儿，能安神缓解焦虑，对睡眠不好的人最有用了。焦虑？你怎么知道本王睡眠不好？王爷忘了，奴婢给你把过脉的。太后，王爷这个情况呢，是属于焦虑症，忧思过度，心神难安，不但难以入睡，入睡后还多噩梦。长此以往，这头痛症发作的会愈加频繁。竟有此事，皇儿，为何你从未和额娘说过？母后，儿臣怕母后担心。瑞珠，传个太医来诊脉。不必了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这叶锦姑娘说她能治，那就让她来替本王医治吧。此病你也能治？倒是可以一试，只不过，奴婢有个条件，不是要讨价还价，而是奴婢治病有一个基本原则，必须是病人配合。如果动不动就被质疑、被否定、被打断，那这个病奴婢确实没法治。大胆！奴婢给主子立规矩，这宫里还头一遭。你胆子不小，口气也不小。不过哀家惜才，今日你就让哀家见识见识，在你这衣柜下，到底有几分真本事？是。太后，王爷，这个是奴婢特制的香囊，薰衣草安神，陈皮理气，远志通窍。比例呢也是多次实验过的，对于治疗失眠最管用了。这支竹管仿照的是民间医家的耳穴调理棒，用来刺激耳廓神经，辅佐神经性失眠治疗。看似简单，但最管用。此物如此简陋，当真能治病？王爷试一试就知道了。那奴婢开始啦。王爷，本王失眠，又不是有耳疾。王爷，刚说了要配合治疗，这才刚开始就要食言吗？本王没有食言。那奴婢开始啦。原来是害羞啊，这么纯情。王爷，接下来刺激的是耳神门穴，按压时会有酸胀感，请您忍一下，配合我的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慢吸，慢呼。王爷竟真的睡着了。这木棍，没想到这小小的木棍竟有如此的奇效。这只是小手段，只是帮助王爷暂时缓解压力罢了。真的要调理的话，还是得一步一步的来。你这丫头还是有几分能耐。那以后14这个叫什么什么焦虑症，就交由你调理了。奴婢不负太后嘱托，一定竭尽所能，保王爷身心安泰。这条石子路，奴婢是按照脚底69个重要穴位排布的，走3圈能胜过喝3年汤药。您要是不信，那奴婢走给您试试看。看，很轻松吧？
这一条是脾经，主消化的。要是这个走得狠的话，今天晚上少吃2碗饭都不会饿。轻松。这条是主肾经，主精气。王爷，您夜不能寐，夜里常醒，主要就是因为这儿不通。好了，嘿，很轻松的，王爷。难不成您比小女子还怕痛？多谢。王爷，请吧。痛吧？不痛。你这是子路？王爷，痛就对了，痛说明您这病还有的治。那要是真不痛了，就危险了。来，再走一步。停。这块主肾经，主要就是针对您的问题。王爷坚持住啊！1、2、3、4、5，还行吗？没事儿。来，再走一步。好，只要能够走到头，今天晚上就不给您安排药浴了。准备好啊！爷这次可真是遇到克星了。预备起！1、2、3、4、5。唉，不必。今天这一趟走下来呢，王爷这个涌泉穴应该是通一半了。睡前泡脚，加点生姜，再敷个安神膏，这今晚应该是个好眠。倘若今晚没有好眠呢？那就明早再来走一趟，但这个石子可能得再尖锐一点。不必。本王坚信，今夜定有好眠。擦擦汗。王爷，王爷，太后吩咐了，令王爷一定要遵医嘱。当初也是您要求要让叶锦姑娘治疗的，如今若是临阵脱逃，未免失了风度。王爷，药浴已经泡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这男女授受不亲，药浴刮痧之法，宫中太医不乏精通者，就不劳叶锦姑娘亲自动手了。传太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可是我沈氏独门秘方，岂能外传？王爷放心，医者心中只有患者，不分男女。佛言：心若清净，所见亦净；心若浑浊，所见皆染尘埃。奴婢的心坦坦荡荡，莫非王爷这颗心不那么清净？本王心中自也是坦坦荡荡。那既然你我都坦坦荡荡，那就开始吧。更衣。
王爷，水温适中，不凉不烫。等您泡1刻钟后，我就开始给您刮痧。王爷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王爷，请您起身。王爷，开始。王爷，你不会是怕痛吧？本王只是一时不备。痛则不通，不通则痛，只要是刮通了就好了。您坚持一下。坚持一下。王爷，您感觉怎么样啊？本王就不该嘴贱，让他替本王治病。你也不拦着点儿。是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轻点儿。哎，本王今天让那叶锦弄得浑身都疼。叶锦姑娘倒是狠得下手。王爷，您这背上的血痕，连奴才见了都心惊。可是说来也奇怪，王爷，您的脸色确实比前2日红润了不少。切，红润个屁！那是刮痧刮出来的淤印，他那牛角板跟杀猪刀似的。原来叶锦姑娘的法子还真挺管用。